继上月中俄成功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后，周五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也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实施。从中俄两国国防部发布的通稿来看，此次战略巡航与前2次相比没有明显差别。不过，军事专家王明亮对深圳卫视透露，这次巡航的路线与前2次有所不同，有实质性突破。那么，这个突破究竟在哪里？来看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联合宣布，周五，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空军为亚太地区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方派出2架轰6K 飞机与俄方2架图95MC 飞机联合编队，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飞行期间，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未进入其他国家领空。中俄两军开展的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双方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不针对第三方。这次巡航呢，应该是我们这个年度训练计划的一部分，是个正常进行的活动。我们发言人也说了，我们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是呢，我想从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出几个信息。一个就是标志着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们这是第3次了嘛。第二呢，两个国家的空军，我们在提升这种跨国的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我们在推进的这么一个实际举措。第3就是我们虽然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第三国，但是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在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不那么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两个大国，我们要站出来表达我们的维护和平稳定的这么一种姿态和决心。另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联合巡逻飞行时间超过10小时。什么叫战略巡航？战略巡航其实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国际舞台上一些大国经常的采用的一种军事力量、空中力量运用的方式。它的特点呢，它是以远程轰炸机以及它可能携带的具有战略打击能力的弹为主要特征的，它是进攻性是比较强的。第二就是它的长航时大范围，飞行的距离也非常远。它的目的呢，主要是宣示我在国际公域的合法的进入权利，同时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有些潜在的不友好的势力表达我们的意志，替国家说话。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始于2019年，已经连续3年举行。3次的新闻通稿都显示，巡航航线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的既定航线。但军事专家王明亮对深圳卫视表示，这一次的联合巡航任务，中俄军机互相进入对方领空，是具有实质性的重大突破。那么这一次巡航跟前2次最大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那个联合巡航的航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2次都是我们中俄飞机大概在对马海峡以南，就是在这个东海这个位置，差不多是东海这个位置汇合以后，向北穿越对马海峡进入到日本海，然后再转一个圈再出来，然后再解散。这一次非常不同，我们是直接从北往南这么巡航过来的。我们进入日本海的点在哪儿？在俄罗斯边境。俄罗斯军机它是先垂直向南进入到中国东北境内，我们的飞机从东北境内起飞汇合，再向东共同飞过中国的领空，然后再进入到俄罗斯领空，再出日本海。这么一个航线跟以前完全不同。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从我们中俄双方来说，我们各自丰富了联合巡航的航线，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模式了，我们丰富的这种航线。再就是这个体现了中俄之间相互开放领空，这是体现出我们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个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外界注意到，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方派出机型都是轰6K。2019年是2架，去年增加到4架，今年又恢复为2架。轰6K是解放军战略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战神的美誉。轰6K 外观最大的特征是以带有大型雷达罩的机头取代了轰6机头透明领航舱，每侧机翼下各有3个外挂架，可携带至少6枚远程空射巡航导弹。例如远程长剑20巡航导弹，俄方派出的则是绰号为熊的图95，这是全世界唯一服役的大型4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后掠翼长程战略轰炸机，是俄军对美国和欧洲进行日常战略威慑的主力机型，因此也是被西方媒体
里报道最多的一款俄罗斯轰炸机。空中战略巡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任务，需要多种机型以及地面设备的综合保障。俄方透露，此次出动了苏35 SA 战机为战略轰炸机群执行护航任务，还出动了 A50U 预警机在空中对各架飞机进行指挥。根据轰 6K 在台海常态化巡航的记录，解放军除出动歼16战机护航外，运8电子侦察机、运8反潜机、运8干扰机、运9通信对抗机以及空警500预警机等特种飞机也多次执行相关任务。此次中俄两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韩国均高度关注。日本防卫省还宣称，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斗机进行所谓的应对。俄罗斯军方透露，在联合巡航的某些航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了 F-16和 F-15战机伴飞，被网友调侃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周五当天也发布了中国和俄罗斯军机在东海、日本海和太平洋飞行的最新照片以及飞行路线图。日本这些年确实是有些动作做的不是非常的友好，也是不符合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西太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的。这一次他对我们这个活动高度的关注，其实我觉得日本人一个什么心态呢？他就是不习惯。中国崛起了，经济崛起了，军事上能力也强大了，我们飞机飞出去了，军舰出去了，他非常的不习惯。他可能还是沉醉于当年他跟着美国能够主控东北亚安全形势这么一种旧梦里面，他出不来。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日本应该做的就是你要跟进时代的变化，而且你要习惯一些新的东西，不要再拿了老的那套模式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并不利于这个地方的和平稳定的事情。外界注意到，就在上月中下旬，中俄两国海军为西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实施首次海上联合巡航，为期7天。当时，中俄海军共派出10艘舰艇，搭载6架舰载直升机，组成联合编队，绕日本列岛航行，并组织联合航渡、联合机动、实际使用武器等科目演练。东北亚这个地区，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整个西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军事力量多，这几个国家军事力量都是比较强的，而且美军它在西太的军事基地主要是在这个区域，再就是冲突多，我们跟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台湾问题。那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独岛问题，朝鲜半岛的这自身的冲突问题，矛盾冲突点很多，所以说这个地区肯定是中俄要共同关注的，而且我们是要为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一定要做出我们自身的努力的。另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总统普京周五签署联邦法律，批准关于延长2009年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有效期的议定书，将协定有效期延长10年。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曾表示，中俄两军关系是战略合作的亮点和重要支撑。导弹发射通报协定对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具有积极意义。中方与俄罗斯签署协定，标志着中俄之间的高度互信，表明了两国致力于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决心，为维护国际军控体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了正能量。每个国家自己的运载火箭的发射，弹道导弹的发射都是高等级的情报，我们能把这个情报能够共享，这就是再一次证明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二个就是它的实惠很大，如果你不通报的话，你发射一个东西，我得去判断你的意图，我要识别你、查证你，要知道你的轨迹，我要耗费很多的精力，耗费很长的时间，要经过很多的环节。如果我们互相通报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知道这是友好目标，是协作目标，这个就划到这个范围内，我进行正常的监控，我就不用再把它当做一个可疑的一个什么目标再去判断，这个对双方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它等于是实现了太空监视系统、战略预警系统一个资源的共享，我们可以互用，这个是双方都能得实惠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意义就是它的推广价值很大，就是太空领域、空天领域多国竞争显得是很无序的。那么我们中俄两国通过这种方式共同去维护太空的这么有序的发展，避免那些恶性的竞争，甚至是可能是敌性的一种运用。俄新社报道称，俄罗斯正在制定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普京周四在出席俄罗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时，系统论述了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将中国排在首位。
并强调俄中双边关系现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具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堪称21世纪国家间高效协作的典范。普京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一些西方伙伴公开试图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制造楔子，但俄罗斯会和中国朋友一起继续扩大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重申，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中俄是搬不走的邻居，也是拆不散、压不垮的真伙伴。两国发展高水平战略协作关系是基于各自国情做出的长远战略选择。我们不谋求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更不吃离间分化那一套。